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荣麟。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疫苗的事情哦，在全世界现在沸沸扬扬的在讨论哦。我想每一个国家，因为这个疫情肆虐全球，每一个国家可以侥幸躲掉。但我们发现，过往我们看到在经济发展的部分，都会有强国弱国的差异。现在看起来，在疫苗的部分，同样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哦。许多弱小的国家，现在看起来有130多个国家。到现在还没有疫苗，但其中有10个国家可能它的接种已经超过75%了，就是这个分配不均、强弱的部分哦，显然在这个疫苗的疫情里面产生非常清楚。所以联合国的秘书长也因此来呼吁哦，说，这是共业哦，你不可能你这个国家打完，其他国家不打，不打的意思叫什么？人家到你的国家，他会感染你，会影响你，也许你会做许多边界封关的一些动作，但怎么样，这种遏制全球性的这种传染疾病，那是共同的责任，这应该都是地球村必须要有的观念哦。所以联合国秘书长也针对这部分提出非常多的一些关键的一些建议哦。那台湾稍微又复杂一点，为什么？因为有中国的一些因素哦。从台湾这个取得疫苗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不是联合国的议员以外，另外一个部分是或多或少都传言这个中国有没有从中做许多的一些阻扰，中共有没有用一些不好的一个手段哦。所以这部分都有许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讨论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谈论这个议题。那我们很开心再次邀请到我们的香港作家我们陶杰老师，继续我们跟他连线访问。陶杰老师您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是我们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都非常喜欢陶杰老师哦，您这号称是我们香港的这个4大才子之一哦。我觉得每次在访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敬佩的部分就是都能引经据典哦。那我觉得每个很好的评论家或多都一定必须是一个历史贯通者，那才能从过去的经验给予许多比较清楚的一些评论跟分析哦。所以能邀请到是我们非常大的荣幸哦。那刚刚提到疫苗的议题哦，因为刚刚提到了这很怪啊，这个联合国秘书长还要站出来呼吁，拜托大家，这个疫情是大家共同整个地球村的责任，还要特别再来呼吁联合国，这又是当初在川普一开始在挑战许多的这些国际的组织，显然到底他出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哦？陶杰老师您怎么看呢？我听见了联合国秘书长这个古特雷斯的这个讲话，我觉得很好笑他说呢，现在全球这个超过70%的疫苗在10个国家，130个穷国或者没有那么富裕、那么强的国家是没有疫苗。那他呼吁这10个国家呢，应该平均向130个国家呢分配疫苗，这将是全球最大的道德责任。那我觉得这个很好笑的就是，你身为这个秘书长他到底知不知道？你所说的10个国家，现在就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里头的这个5大常任理事国就占了5个如果你秘书长是有这个权威，联合国这个机构能够发挥它应有的全球的行政作用，你不必这样公开呼吁，你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关起门来，叫这5个常任理事国的驻联合国代表坐下来，你一拍桌子，叫他们自己5个国家沟通就行了。有俄国啦、中国啦、英国、法国跟美国，是不是？因为这5个常任理事国才是联合国的5大股东吧，是不是？如果他们之间能够合作你何必劳动你这个联合国秘书长来越俎代庖这个是第一。第二，你身为一个秘书长说的这些话，是坊间连高雄这个市场里头的一个大嫂大婶或者卖槟榔的这个小贩都会说的。那为什么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只有像川普的那种说，民主党这些政客议员这么多年只懂得 talk， 就是只懂得说，但是他们不会做。那么你领这个高薪坐在这个位置里做什么呢？因为你是秘书长，根据1945年成立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宪章，你这个秘书长是有权也有这个义务去责成联合国的会员国去协调
然后展开这个疫苗平均分发的工作，而且联合国名下有这么多个10几个委员会的机构，养了数以万计的人，各国呢是交了这个会员费啊。似乎你现在古特雷斯秘书长是一筹莫展啊，说这个是什么全球的什么道德责任，我觉得这个是通通是废话。倒是我们这些人要问一问古特雷斯，既然这个世界啊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所谓的 globalist 全球化主义者，为什么在疫苗分配这个有关这个人权、生命平等大事这个事情上面是毫无作为呢？啊，这个第三就是你说的130个国家到底包不包括台湾呢？啊，当然我看是不包括了。啊，你觉得这个130个国家了非常惨啊，他们这个人民的人权不受尊重啊，那么在这个130个国家以外的台湾那2400万人又怎么样呢？这个是在这个瘟疫开始第一天呢，这个联合国跟世卫组织就没有好好正视的问题。你不能够把台湾从地球这个地图上摸去，是不是啊？那2400万人是活生生的2400万条人命，是不是啊？啊，幸亏你们这是台湾政府啊，跟那个人民啊自己上下一心做得好啊。如果你现在台湾的确诊的人数跟英国、美国差不多，然后你看看这个联合国跟世卫组织这一年来的这种官僚啊，这种拖沓的这个作风啊，我看呢，这个说句不吉利的话，台湾人我看要死了一半了，都没有人理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联合国秘书长他代表的一番话，是体现了这个机构的伪善啊，非常的伪善啊。因为这个地球上有2400万的人命不在他秘书长的视野之中，是不是？啊，而且呢如果是台湾2400万人的人命价值不在他视野之中，那么130个国家的人命，说实在的，也不在他的权力的行政管理的范围之内，他只能够在旁边动动嘴皮啊，叫这5个常任理事国大发慈悲，但是这5大常任理事国是不会跟你坐下来合作的，是不会听你的。然后在逻辑上就引申出一个结论：你这个联合国这个机构成立来做什么呢？啊，所以怪不得川普跟美国多年拖欠这个联合国的会员费不交啊，不交是有道理的。养了这么一大批啊，只会说空话，这种奥巴马类型的这种左派精英的这种政客，在那里说 talk 啊，真的要发生大事的时候是一筹莫展，只能够动2张嘴皮，求爷爷告奶奶啊，叫你们这10个国家来合作。好了，现在他说了这番话已经有1星期了，这10个国家有没有响应他古特雷斯秘书长的号召？有没有展开所谓的疫苗平均分配来完成他所声称的最大的道德挑战？好像没有，是不是？没有的话，这种机构你要他在纽约来做什么？所以川普如果能连任1年了，我看他早晚会把纽约联合国总部这块土地把它给收回来，把联合国赶走你可以到北京雄安区去开，或者呢去香港来设立一个总部，不要占我美国纽约的土地，土地的价钱很贵，是不是所以现在这个暴露的所谓的全球化它就这么到了这个紧要这个关头，全球的人类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一个全球化的非政府的一个机构如何的无能为力，而且是苍白而无聊是，这个大家值得关注其实老师在谈这个部分，就跟之前美国在推动这个这个活动黑命贵这部分，我在节目也提到过，就是当然黑命贵，但我认为检视大家有否一致的部分，应该是叫做命都贵运动。我觉得今天如果有人发起命都贵运动，我会非常佩服他。
黑命贵、白命不贵、黄命不贵都贵啊，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讲，我们不能你在某些时候就为自己有利，就会争取说我的命很重要。那你今天在看到其他的这些相关弱小的这些国家，这时候又你优先了，他们又不重要了。我觉得陶杰老师谈到这部分蛮清楚的哦。那当然回到香港，香港在2月26号开始对特定人士施打了我们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疫苗。那这个当然大家就在讨论说这个来自中国的这一个疫苗它还没有经过就还没有公布在所谓的第3期的这个临床的报告来做一些相关的公布啊。其实台湾当初也是针对就是有关中国的疫苗，不管是法规或者是它在所谓的一些评估报告相关的部分不尽完整但我们看起来港府已经通过了审批了，为特定人士已经开始在做这些注射的部分陶杰老师你怎么看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状况呢？是这样的，中国的疫苗有2种，一种是国药，那个是国企经营的，另外一种呢就是现在运到香港来这个科兴。科兴呢是有民企去参与的，那么这个国药呢，由于是向这个国企向政府部门负责，所以呢他自己这1年来打成这个第3期临床这个数据他不容易去跟人家分享，所以即使是香港特区政府问北京当局要国药的这个生产这个疫苗好像也不得要领，对方的反应比较冷淡。但是要科兴呢就比较容易。但是说回来，科兴由于不是国企为主，所以呢在这个第3期的临床数据科兴是比不上不及国药的，因为国药怎么样呢？都在大陆范围13亿人口这个范围打了很多，打了多少？第3期有没有效？有没有副作用？它没有对外怎么样的公布。但是科兴呢，它的第3期临床这个数据就不足，所以只有呢去出口到这个印尼跟巴西这个以便能在第3期最短的时间从巴西、印尼这些高人口密度这些国家去得到最快的数据，但是呢，现在好像也不是那么快，所以呢，现在目前得到的就是有效率52%，但是我想呢，不论是国药也好，科兴也好，不用太多的阴谋论来看，因为如果你即使是用政治化的眼光来看中共来说。当然要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个政治战略大事来处理。由于这件事情，它必须要在世界上重新确立的一个权威，因为很多国家都说这个肺炎是从中国那里传出来的，所以这一次他把它做一个全球战略的一个重大的战役来打，是许胜不许败。它一定是集中了全国最第一流的病毒跟医疗专家来研究这2个玩意的，是不是所以呢，我想你可以怀疑他的能力，但是不必怀疑他的诚意如果他能从政府之间印出来，那么也不必太怀疑他有假的成分所以呢，这个东西我想呢，就是大家不要去太过这个政治化的来看。反正呢，如果是一个自由国家或者是社会，最重要是有的选择。如果你觉得我比较相信德国的、英国的、美国的，就打那个英国、德国、美国的，是不是所以呢，现在这个问题呢，在香港呢，科兴呢是第一批到达了大概150万剂，到最后呢会有750万，然后呢这个 BioNTech 那边呢也会答应供应750万剂，所以我们香港还是现在比较幸福了在账面上有1500万剂这个疫苗要到，但是这个 BioNTech 那边不知道为什么本来说是这2天到的，有出现了一点的延误，所以只有科兴这个让很多的市民去领先去打，是不是？当然，在香港人方面，也是比较现实的。这些老一辈的人、年长一辈的人可能比较踊跃，或者是在思想上，香港比较亲中爱国的，或者是香港特区这个官员他非得要带头打不可
希望能带动这个风气那么所以现在刚刚好开始正在接种的过程之中是，这老师刚刚很清楚介绍香港目前的一些状况。当回到台湾的部分这样看到中共的确利用这个疫苗的部分中国用疫苗作为一个外交。现在过去台湾是用口罩，但看起来这个疫苗的部分，大家现在更急迫的部分，显然中共要借机扳回一城那这里面当然除了他们本身对各个国家示好，愿意来提供这个所谓的疫苗以外，另外台湾在采购的过程当中一直都非常的不顺利这不顺利的过程当中，有人说当然是台湾政府自己这个外交手腕不够，所以之前还有说要不要拿我们的晶片去换疫苗啦。那有人说不是我们这个外交手腕不够，是有人从中作梗，都有不同的一些说法啦。当然请教一下陶杰老师就您自己来观察，到底台湾在疫苗采购策略啦等等，到底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事情，您怎么看呢？如果是以台湾民进党政府名义来出面遇到的从中作梗是一定的啦，没有才怪啦。但是像林刚大哥刚才说，现在台湾在世界上的地位其实很微妙它既不是联合国一个会员国，也不获得中国及其他国家承认为一个有效的这个国家。那么正好这方面有空间，有这个民间外交或者民间商贸采购的灵活性。比方讲以前你这个跟大陆交往都是一个海基会，一个是海协会。现在台湾有台积电也有以前你们这个辜振甫先生这些王氏家族这些大财团，也有郭台铭先生的这个鸿海这个集团，这些都是富可敌国的这个大财团。现在我们像世界的国际关系不一定要国与国之间，或者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往来，这些非政府的这些大财团或者机构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发挥的作用其实很多比方讲现在德国美国不是在跟这个台积电要谈说我们要你们的这个晶片，是不是那你台积电可以为了台湾整体的这个利益就叫他那边的晶片的人搭一下线，跟那边的疫苗的药厂自己来谈谈要我供给你多少的晶片，你也把多少的疫苗从这条渠道运过来。当然另一方面，你可以从一些友好国家比方讲这个日本美国这些叫他们出面来代购以后呢他当中要不要赚一点点的佣金呢？那随他的便。如果呢大家交情好这个佣金少赚一点，交情高就多一点反正2400万的人口不算得太多所以这个呢应该可以在世卫组织跟联合国这些没有什么用的机构外面你自己可以开辟更大的空间。这个一切都是跟政治没有关系，反正都是商务的这个世界里头的空间你能够用钱解决的，总是能用钱解决。到了台湾手上买到了很多的疫苗之后这样反而你们少了很多负担。因为秘书长说130个国家都没有疫苗，幸亏台湾这几年跟这些非洲第三世界的落后国家断交了很多只剩下8个，不然你如果有一天很快手上有了剩余的疫苗，你们台湾反而有一个道德压力，要向有邦交的非洲的国家提供。现在这些国家都跟台湾断交，跟对岸去要钱要邦交，你可以两手一摊，我们的爱慕能做但是呢在南太平洋一些什么所罗门群岛是不是还有邦交什么帛琉这些那你们可以说我们还有一点点剩下来向你们提供，是不是？所以呢在这方面其实这个渠道跟空间还是蛮大的最重要是有钱就可以。再多说几句，因为呢你也不怕对岸怎么样从中作梗或者打压。现在台湾有2党制这个民主也是一个优势，可以叫马英九前总统
领导的国民党跟很多台商或者是国民党在立法院里头跟对岸的非常的交情非常好的或者是歌星艺人黄安去出头到大陆去去拿一点点的疫苗过来，然后呢，如果愿意接受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疫苗的或者蓝营的老一辈对于这个中国统一是这个概念是非常支持的，他们去打，是不是？打了以后，他们免疫防疫呢就可以优先获得去这个厦门福建然后上海北京去旅行。其实中国也可以用这个两党制你们台湾的两党制来进行有效的分化，而不是一味我一己都不给你，我看你搞台独，看你们怎么样死，是不是？所以呢，我就很有一点的诧异为什么这个国民党有这么多人是支持这个统一？你可以用这个疫苗来分化，比方讲这个浊水溪以北就可以打科兴，浊水溪以南你要我都不给，那你自己慢慢等等那个辉瑞跟这个 BioNTech 好了，你等美国跟日本、英国来救你们吧。所以呢，他们现在一己都不提供给这个台湾其实是对于台湾国民党老一辈的这些比较倾向于大一统这些的前辈先生们是比较不利的，是不是？是这个，谢谢陶喆老师大家也让我们清楚一下台湾的一个未来的一些走向，可以在努力的部分。当然这个我们还是一样，就台湾政府一定有努力的空间当然，我觉得中共的这些打压的部分，绝对也是一个事实老师提到的，怎么样去聪明的找到一些方式台湾民众、台湾的政府，我想要再加把劲这个我们一定也是这样子同样的检视另外回到这个，我们看到美国的疫情基本上到目前来讲还是非常的严重，并没有因为拜登上来之后就立即有什么改善那不管什么原因，这个也是目前拜登就任后首要解决的问题大家总是说这个拜登跟习近平过去是一个这个老朋友应该相对起来在美中之间的一个竞合会稍微变缓。当然从许多我们在节目当中或大家自己有看到的资料里面，他们还是有一些竞合的一些关系比较特别的是最近看到一个讯息是中国现在竟然说我怕这个美国人因为自己境内这么感染还这么严重，如果未来你要到我这个中国这个领土来要成为在这边驻这个中国的这些大使不只是要借我们一般想象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咽喉干嘛的那种采集他还要做肛门的检测。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这两个字听起来都有点不好意思，这个中共到底中国的想法是什么？现在要求美国驻中国的这大使的人员必须要做到连肛门都要做检测，老师这怎么回事呢？那这个叫肛门这个探检我记得这个拜登在大年30的时候跟习近平通话以后对这个 CNN 的一个座谈会上说，我跟中国的习近平通过话了。对于新疆跟香港的问题，他跟我讲了，这个中国呢，这100年来受到欺负，他们呢觉得是受害人，所以有他们不同的文化的准则，是不是那么言下之意，个个都看到拜登总统这个态度好像是对于中国不同的文化准则还蛮尊重的意思，因为这也是美国民主党在国内这个 multiculturalism 推行文化多元这么一个的态度，是不是？所以现在中国如果要坚持用这个肛门探测，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那个肛门比较探得比较准一些。那么拜登政府也是不是应该尊重中国这种探测文化不同的准则呢？是不是把这个这个白人优越至上主义这个包袱把它放下来。既然去到北京，他叫你趴下来，你就乖乖的趴下来，很快的一下子就过了，是不是也不要把这个往什么带有歧视性的，觉得这个是不光彩或者是什么是不是北京当局以这样的方式来侮辱这个同性恋这个同志是不是？当然，你这个肛门探测这个方法是一种侮辱呢，还是对于同志文化的一种恭维呢？这个也可以在美国国内
或者是西方的国家，让 LGBT 的朋友大家一起来讨论，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如果美国觉得这个是对于美国的尊严的侮辱那么请他们记得，拜登说应该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准则。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那么对于新疆维吾尔这个集中营这个问题这个文化准则你的态度又是怎么样呢？所以呢，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给美国出了一个文化的难题这个难题出的比较的刁钻所以呢，我不知道，如果觉得不舒服，那就少派几个外交官。反正呢，这个在这个成都的美国领事馆都已经关门了，关门了就少几个外交人员，就少几个接受肛门车检了也不是很好嘛，对不对？这个美国驻成都的这个领事的夫人还是台湾人，他的先生大概可以不必回去来跨过这一道比较羞辱性的这个门槛这也是塞翁非马焉知非福，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比较难带着一种道德的批判，因为现在美国推行的是 multiculturalism 就是不好随便下这个定论。其实呢，这种花样美国也可以采取对等的措施。既然是这样美国可以宣布，在美国所有的华人接受检测，也是同样的用中国的文化准则，也是通通接受肛门的检测那么黑人白人拉丁裔都通通不用，全部的550万这个美国华人不管是不是 ABC 也都接受肛门检测这样的话，如果拜登这个胆子够大他就应该可以宣布这么对等的措施。如果让川普当总统，川普敢做，我想拜登这个人婆婆妈妈他不敢因为一切是对等。可能这个华人这个肛门的结构跟其他的人不一样其他的你这个肛门检不出来，就华人的肛门生下来特别在那里挖一挖就知道，这也说不定，是不是这叫这个文化多元嘛，而且是外交是对等的。这希望美国政府也可以考虑这么一招，是不是？是，这个大家今天见识到我们陶杰老师这个黑色幽默的那一面。其实刚刚陶杰老师讲半挖苦啦，真的这个对于人权那不是一个普世价值。美国作为一个我觉得在全世界带领民主国家这样的制度在推动的过程当中，那不是都应该要去努力的去促成每个国家人民都有这个选择自己一些政治权利环境，然后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吗？总是用一个所谓的不干涉内政这样的事情来说，我觉得美国也是所谓的自由新政因为毕竟很多的国家他也会认为说不，那个是已经他危害到我们的国家安全，那不是干涉内政。但中国的一个发展的状况没有对于世界上或对美国产生许多利益上的这些竞争甚至威胁嘛，我觉得值得看了。当然用这尊重文化的部分，的确如果以拜登同意这样的说法，就像这个陶杰老师说的，那你就应该接受入境随俗所以以后应该是全世界的这个美国或者是这些所谓的欧美的，你要进到中国，抱歉，你不是只是做咽喉的这个检测你可能都要到厕所用肛门来做检测，这就是尊重他们文化上不同的差异。这是要这样说法吗？我相信大家应该是不能接受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值得我们好好再来追究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议题那今天也谢谢我们陶杰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再邀请老师来谈一些更深度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再次谢谢老师。那当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欢迎大家帮我们点阅按赞。其实我们的节目特别因为陶杰老师，我们在港澳在相关的议题，我们有许多的评论者都一直还在关心香港的一些发展的一些状况了。但我们也告诉香港的朋友，就是台湾还是有我们一些节目没有忘记大家，我们也持续关注香港的一些发展，也把香港相关的资讯透过陶杰老师可以分享给不管是台湾或世界各地关心香港现况的人。所以特别谢谢感谢陶杰老师。那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